第9集，兰溪册封为永平君。黑风息真诚感谢凤七无在自己穷途之时的相助。凤七无表示凤家人从来只助未来王者，自然要尽心尽力。在凤七无的眼里，风兰溪文韬武略，运筹帷幄，除了风兰溪，没人能够坐上那把金椅。凤七无询问风兰溪接下来的计划，而他觉得既然大难得福，是时候该去见见父王。雍王以为风兰溪已经遇难，就为风兰溪准备法事，假惺惺的祈祷风兰溪平安归来。此时任如松来报风兰溪还活着，已经回府。雍王恼怒，要风举查清楚那具尸首到底是谁。雍王来到风兰溪府中，关心风兰溪身子，见风兰溪气色不太好，就安排太医留下。此番风兰溪落水是为民生，雍王一定要好好赏赐。风兰溪恳请父王查到谋害自己的人，还要治对方重罪。风兰溪声称手中有一些线索，但又不想背上不由手足的骂名，只是线索全指向三弟风举。雍王恼怒，骂风兰溪在落水之后居然做了这么多事情，心里没有自己这个父王，单凭这点就可治他欺君之罪。风兰溪解释自己并不是诬陷风举，只要查下去就能查到证据。雍王让风兰溪老老实实在府中养病，自己会给他一个交代。雍王知道是风举身边的人害风兰溪，而刚刚风兰溪反问的那番话也是应该。这些年他确实亏待风兰溪，此事若追究起来，定骨肉相残，家宅不宁，因此下令原路拟2道旨。风兰溪问钟离天双门的人是否安顿好了，任如松意外白风息也在雍京。风兰溪表示这次幸得白风息相救，否则大家就真的见不到他。任如松虽看不惯白风息，无奈是白风息救了风兰溪，也不好多说什么。雍王下旨加封风兰溪为永平君，允开府谏衙。雍王还让元禄给风兰溪带话，若以君臣计，则国法为重；若以父子兄弟计，则亲情为最，望风兰溪切记。风举来到宁山寺庙，母后百里氏见到风举，直接扇了一巴掌，怒骂风举在风兰溪平安回来后就躲在山上求神拜佛，不如干脆在额头上刻上心虚2字。百里氏在宁山为风举筹谋，好不容易让宁王叔松口，结果风举就送来王上封风兰溪为永平君这个大礼。百里氏知道风举不服，但要面对失败，毕竟王上只是要了王源的命，而他不仅仅要风举胜过风兰溪，还要风举有一天能坐上王上的位置。如今王源没了，百里氏便将自己身边的李甲贤留在风举身边，而他在宁山寺庙的事已经结束，过几日准备回宫。其实李甲贤是风举安排在母后百里氏身边的人，王源是百里氏的人，这次除掉王源，正好让李甲贤回到身边。风举知道母后为他谋的是世子位，只是父王正值当年，他不过就是个傀儡。风举知道他对风兰溪出手，父王没有怪罪，因为在父王眼里，他就是个为母命是从的废物罢了。不过他乐得如此，最好全天下也这么看他，以后他还要更乖张些，这样风兰溪才会崩出来，这样父王才会把敌意转向风兰溪。风举野心不小，怕是想要篡位。大东皇帝和太子景延谈话，原来玄吉令并未丢，不过是抛出丢的消息，让六州去斗。冀州加急快报，大东皇帝看了脸色一沉，开口冀州好算计，原来冀州要归还玄吉令，皇帝传令为谢冀州还令，在宫中举办陆河宴，自己会亲自相迎。风举在封常面前挑拨他跟风兰溪的关系，明明已经平安无事，却迟迟不肯露面，任凭封常在河边喝雨吃水。封常拿风兰溪当兄弟，可风兰溪并未当封常是兄弟。封常的心里多少还是有些不舒服的，他来到永平君府，提醒风兰溪被封了爵位就不要再计较。这次虽有惊无险，但风兰溪跟风举是彻底撕破脸，想必百里氏已经知晓，要多注意。风兰溪知道封常一直为自己担心，已经备了礼物送到大哥府上，无论如何自己都是跟大哥一起长大的弟弟。黑风息来找白风息，邀白风息出去转转。黑风息和白风息走在集市上，无意间看到凤七无，
赶紧拉着白凤熙躲开。可凤七无还是看到了背影，丫鬟觉得背影很像是二殿下。凤七无训斥丫鬟，二殿下怎么可能当街牵着一女子？这是黑凤熙第一次与白凤熙同游雍景城，心里开心得很。白凤熙看见一片花海，老人家说是大王的二殿下风兰溪设计的。白凤熙夸风兰溪是4大公子的雅公子，很是素雅。黑凤熙吃醋问白凤熙，难道他就不雅吗？白凤熙称黑凤熙和风兰溪公子差的可不止一个兰字，要知一字之差谬之千里。此时白凤熙并不知道黑凤熙就是风兰溪。黑凤熙还坐下来亲自为白凤熙画像，白凤熙笑得特别开心。白凤熙建议娃娃要捡掉进河里的球，飞身去救娃娃，却不小心崴了脚。黑凤熙直接背起白凤熙回去，刚到院子，钟离提醒黑凤熙该回去了。黑凤熙特别不舍跟白凤熙分开。白李氏要回宫，风兰溪的目的就是要让白李氏回来，看白李氏还有什么手段。白李氏手段非常，凤七无恐明日迎接之时就会发生。白李氏今日回宫，王上是亲自迎接，白李氏确实很有手段，刚回宫就收买人心。白李氏向王上禀告前段时间巧遇宗长夫人，言谈间得知母后是前朝萧氏一脉，